右教坊的人怎么还不来呀？是不是有什么事给耽搁了呀？现在都这个时辰了，如果还不来的话，这遴选资格有可能会被取消啊！右教坊人还未到齐，这种时候也没看到陆景言，儿戏呢？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？哎呀，管他呢，估计出事了吧。接下来登台的是右教坊。说起来，好像一直没有看见景年的身影啊。想必是他听说了此次遴选高手如云，让越人们先顶上，自己知难而退了。魏公，景年为人我了解，绝不是轻言放弃之人，恐是有什么事给耽搁了。不如我们再等等吧。教坊使，再大的事也大不过皇家的事。上元节关系皇家体面，连遴选都耽搁的人，怎堪委以重任？是啊，教坊使，若人人都以耽误事为特权，国法何在？就等一炷香的时间，若陆景年等人不来，右教坊人员不齐，则视为弃权。不要着急，再等等。大西，嫂嫂，怎么办？他们怎么还不来啊？再等等，再等等啊！这都已经快结束了，一定会来的。现在还冷吗？你和医官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这药草里有毒，伤身体。你怎么那么傻？我这只老狐狸，只是不想做亏本买卖，想着先把你救活了，继续为我右教坊出力，不然之前帮你还的外债，不都白还了吗？今日上元遴选，我们错过了。没事，你现在什么都不用想，先好好休息。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不会的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
不用费尽心思跟你成亲。跟我成亲？先别说了，睡吧。没事。这右教坊究竟出了何事？教坊使，一炷香燃尽，右教坊上报，乐团有个别人员缺席，此次遴选暂不能参加了。还是没有到齐。知道什么原因吗？好像是其中一个乐人突发急症，陆郎君折返救人了。真是胡闹！遴选这样的大事，怎么能因为一位乐人患病就突然中途放弃呢？还是年轻啊！景年绝不是感情用事之人。那名乐人究竟是什么来头？你说的可属实？陆景年弃权了？千真万确。刚刚教坊使传来的消息，陈琼就在旁边。没错，小的听得一清二楚，好像是那个李姑娘病了。真是没想到，他陆景年也有今天。是啊，他当初那么费尽心思的和我争李如娘，如今怎么样？反倒被他牵绊了，真是人算不如天算。陈琼，通知教坊众人，右教坊弃权，我左教坊提前登台。是。陆景年，你的运气终于用完了。已经上报给教坊使了。我说的是暂时不能参加遴选，希望郎君回来之后，我们还有机会吧。怎么可能？上元节又不是为陆景年设的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宋傲晴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儿说风凉话？是啊，这时候我们应该一起守望相助，一起登上上元节舞台。现在是登不登上元节的问题吗？李姑娘口吐鲜血，你们谁关心过她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李姑娘也不会。然启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李姑娘吐血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大家都别吵了，现在郎君不在，我们不能自乱阵脚，都先回房吧，等郎君消息。檀溪，你说李姑娘不会有事吧？你别担心了，有郎君在，李姑娘不会有事的。师哥，病人在药房内尚可坚持，常人之躯能行吗？看造化吧。嫂嫂，怎么了？都熏这么久，怎么还是那么凉？这药是炎热高温，
我本想着会因暑气而晕厥，没想到这么清凉，都是你给我的。你们两个把火烧得旺一点啊！是师傅。医官，已经过了1夜，我家小姐真的能平安度过吗？医官，我家郎君被熏了1夜，他不会有事儿吧？该做的我都已经做了，至于结果如何，也不好说呀。太好了！是啊，太好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没事。来，好了很多呀。我翻遍所有医书，感觉无论从脉象、症状还是血液的颜色来看，李姑娘所中之毒应该是10比。10比？10比，那可是吃一点就会致死的毒药。没错，不过大家不用担心。经过昨夜的药事熏蒸，毒已解了大半。我又以败草为引，为姑娘服下解毒之汤药，相信用不了几日即可痊愈了。那你们先聊着，我去弄些汤药来。有劳医官。哎，那究竟是谁会给李姐姐下毒啊？这几日林选在即，小姐食欲不佳。昨日出发前只吃了半碗宋小姐的胡麻粥，再无其他了。宋傲晴，她不是已经和李姐姐握手言和了吗？她没有理由再陷害她呀。我想起来了，还有就是陆郎君的点心。青秋，你说这个干什么？总不能说我们郎君在点心里下的毒吧？可是玲珑斋的那盒，就是那盒。竟然是他！哎，郎君，陆景言，哎，郎君你醒了。仁清，李姑娘怎么样？无碍了吧？放心吧，她好着呢。都是你，昏迷了3天，我都快被吓死了。3天？我昏迷了那么久，教坊怎么样了？都好着呢，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被那个什么扳着花一熏，差点没了半条命。这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怎么和老爷夫人交代啊？哎呀，行了，这不是没事吗？
有事儿那就晚了，你瞪我也没用。把药喝了。看什么呢？喝呀！圣杰，给我备一套干净的衣服，我去看一下李姑娘怎么样。我为你提心吊胆好几日，你倒好，醒了立刻惦记你那小狐狸。唉，工钱赚的少，东西却那么贵，真是活不起了。所以说，我说我帮你付嘛，你还不愿意。那是给李姐姐买的补品，当然要自己花银钱才有诚意了。再说了，我怎么能随便花你的银钱呢？当然可以了，你看看陆景年，为了李姑娘命都要搭进去了，我为你花点银钱怎么了？那李姐姐是首席，技艺高超，人又聪明，陆郎君为她花点银钱，那不是正常吗？这和首席技艺没有任何关系，这是感情。感情？啊？谁的感情？陆郎君的感情啊，他喜欢李姑娘，不是很明显吗？原来如此啊！我说陆郎君怎么这么义无反顾？原来是爱情的力量。如果你也想体验这种力量的话，你可以找苏宗臣。苏宗臣？你要找苏宗臣？哎呀，不是，你看，再往前走就是右教坊了。看来他要去右教坊。走，我们去保护陆郎君和李姐姐。听闻景年兄和李姑娘前后病倒，我这才抽出时间前来探望，实在是抱歉。景宁兄也知道，上元遴选一旦通过，要忙的事情非常多。太常寺和教坊使对我左教坊夺得魁首给予厚望，我也是压力甚大。不像景年兄，今年可以旁观上元，好好休息了。哎呀，景年兄，你这唇色发深，眼部血丝，是急火攻心之兆啊！也是，遴选之事煞费苦心，如今却就这样错过了，难免悲愤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景年兄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没有，但有事要做。郎君，陆景年，你疯了吗？疯的人是你，不是我！打死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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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这什么情况啊？别打了！别打了！郎君，李姑娘的药是我下的。药？什么药？宋傲晴的位置原是我的，我气不过，所以遴选当日，我就在她的胡麻粥里面加了泻药，没想到却被李姑娘误食。郎君，是我的错，是我害了李姑娘。陆景年，原来你是怀疑我给李姑娘下了药，我苏增臣在你心里就如此龌龊？你说你下的是泻药，可李姑娘身中的是石笔之毒。石笔，郎君，我没有下毒药，我就算再气不过，我也不会想要越人姐妹的命啊！郎君，冤枉！所以此事还是有其他人。看我做甚？我给的点心，各州郡教坊人人有份儿。若我真的要下毒，我岂会安然地站在这里啊？专程给我们郎君准备的也不是不可能。玲珑斋的琥珀果仁点心早起排队尚不能得，谁有那个闲工夫提前买来给你们下毒？等会儿，你刚刚说
什么点心？琥珀果仁？哎呀，玉郎君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就别惦记你那美食探店了。不，念念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毒是怎么来的了。别卖关子，快说。泻药的主要成分是白菊草，原本单独食用有通便之效，可一旦遇上果仁，便会产生类似石笔一样的剧毒。此乃食物相克之理。你是说，李姑娘身中剧毒是因为同时服用了泻药跟果仁？你确定？我研究美食这么多年，这点相生相克都搞不明白，我白混了。苏郎君慢走，苏郎君当心脚下，苏郎君一路顺风。陆景年，你给我等着！你也给我等着！郎君，如此说来，是我自己嘴馋，吃成了食物中毒。这和嘴馋有什么关系？若不是那冉起心胸狭隘，也不会连累小姐险些送命。冉起下药固然有错，可是他本意没有要伤别人，是我考虑不周。那他也不应该干出这样的事儿。都过去了，我会去和陆郎君商量的。教坊刚错过遴选，大家心情都很低落，不能再受打击了。哎呀，陆郎君现在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为什么？陆郎君，滚！陆郎君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有心事啊？和刚刚打苏东辰的状态截然不同啊！你再提这件事，这有什么嘛？我早看他不爽了，早想揍他。明明看不下去，别演了。你实话跟我说，你是不是喜欢李姑娘？无聊。哎，你别不承认，否则你为什么陪她一起熏毒气？她是我右教坊的首席，我救她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？借口。你但凡遴选那日脑子里能有一丝教坊，都不会把掉头二字说的那么决绝。我有吗？你仔细想想，那日遴选和李姑娘之间，你做过选择吗？有犹豫过吗？想过怎么平衡吗？你没有，你直接2个字：掉头。那救人不就应该迅速一点吗？哪有时间考虑那么多？那熏毒气呢？打苏东辰呢？这总不是突发事件了吧？你有足够的时间考虑，但你还是做了，这说明什么？你喜欢他，而且已经彻底沦陷了。无聊。你这么深刻的分析，不听算了。陆郎君，他喜欢你？怎么可能？你不了解他，他看上去像花孔雀，其实这里很沉很静，不会轻易动心的。才不是呢！你那天毒发作的时候，他可一点都不沉，一点都不静啊。是啊，大家都说从未见过陆郎君如此慌乱。小姐，陆郎君为了你放弃遴选，陪你进药室，还为你打了苏宗辰，他应该是喜欢上你了吧？难道不是因为我是乐团首席吗？不是，李姐姐，你自诩情场高手，羽师姐就说你们这叫当局者迷。那我问你，你喜不喜欢陆郎君呢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医官在吗？我陪他。能甘心为一个人设想，也是幸事。难道真如与师姐所说，我如此反常的行径，是因为我喜欢上他了？不会的，他狡猾的像只小狐狸，我怎么会对这样的人心动呢？上元节之时非同小可，走错一步都是晚节不复。我身担重任，却在此时因为儿女情长失了分寸，实属不该，还是要保持些距离。陆郎君，
你在吗？是他。在，请进。冷静，冷静。仙儿给我送了虫草，一气补虚的。你为救我熏了一晚上的毒气，我觉得你更需要。你脸怎么这么红？没事吧？或许是搬着画的余毒还没清除吧。若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有此艰难，幼教坊也不会错过林轩。这是我做的选择，与你无关。我来找你还有另一件事。若是因为冉琪的事的话，是我管教无方。李姑娘若要追究，我一力承担。我并不是要追究，教坊如今士气低落，若将此事公告于众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况且，我们想要绝地反击，就一定要团结一致。你所指的绝地反击，可是重战上元节？你也有此意？这是今年全部参加上元节的乐团曲目，强队众多，尤其是邻国使团，更是出类拔萃。教坊使和太常寺其实没有绝对的胜算，压力也颇大，所以只要我们拿出的曲目足够吸引人，或许还有一线的生机。好，那我们就再战一次，尽人事，听天命。姑娘要是没有什么事的话，要不然先回去歇息吧，明日我们再一起商讨。没关系，我不累。早日讲出方案，早日可以实施。那怎么了？我有点累了，想休息。姑娘，要不还是先回去吧。好吧，那你早点休息，明日我们再商议。啊，虫草汤记得趁热喝。娘，我可不可以不练了？孩子，听话。我们出身低，若是自己再不能吃苦，以后便没了指望。姐姐在教坊，我们便有了指望。记住了，无论何时何地，绝不能让别人知道你姐姐的去处。听话，继续练。姐姐，娘，女儿不孝，让娘白受了这么多苦。快起来吧！你怎么回来了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是不是被关户欺负了？没有，没有娘，我惦记你和妹妹。姐姐，娘，以后这些活我来干。不行，这些粗活不是你干的。
你的手是用来弹琴的，娘很好，不用惦记。记住，你现在是官办教坊的乐人，这里不属于你，切不可跟我们有过多的牵扯，更不能让别人知道你的出身。娘，听娘的话，快回去吧，快回去吧，快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！走，走，快走！既然你还记得母亲的教诲，就更不应该放弃弹琴。陆郎君，你母亲当年盛名一时，却因为出身，没办法进入官办教坊。为了不被权贵折辱，她选择了困苦度日，却也始终没有放弃弹琴。母亲的手常年被冷水浸泡，早已扭曲变形，如何弹奏？其实一个人想做，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。每当我觉得前路难走的时候，我就会去听你母亲弹琴。虽然她一生困苦，可她的琴声总是带着希望。母亲总是这样。年轻时，她给一官户家弹琴，那家的女子弹琴弹得极差。他见母亲弹得好，便心生嫉妒，对母亲是肆意打骂。母亲不敢反抗，他总觉得在官户家谋生，图的是一份安稳，再忍忍，日子总会有希望。可母亲的忍让，换来的是官户家的变本加厉。我出生后不久，母亲未出小月的时候，他们便强迫母亲在雪地中为宾客弹琴。自此，她便落下了腰痛病。所以你便处处针对官户女子吗？我只是觉得，退让并不能换来尊重，他们可曾把我们平民乐人当人看待？可你有没有想过，凡事不能一概而论。心儿对你怎么样，李姑娘对你怎么样，无论是官户还是平民，皆有可取和不可取之处。若你一味针对，岂不就与他们一样了吗？心存偏见，何以正视听啊？是我错了。回去吧。我不想连累姐妹们。连累与否，你我说了不算。然启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同为姐妹，生死共担，谈何拖累啊？然启，虽然这条路荆棘满布，但是有你们在，我就一点也不觉得害怕了。是啊，然启，回家吧。哎，爹，您找什么呢？哦，上元节的曲目名册。哎呀，我就放在这儿了呀。可能放其他地方了吧？别着急，吃点葡萄。不吃不吃，这是我发现的新品种，特甜。哼，你呀，哪儿都好，
要是能再务些正业，爹就心满意足了。您总说我不务正业，我这每天吃吃喝喝的，不也挺好的吗？就是因为你只知吃喝，没有心计，爹怕你在外边吃亏。你要是有人家景年1半精明，爹也就不担心了。他也没好到哪儿去，错过遴选不说，首席还差点被毒死。这事儿我倒是听说了，是苏宗臣所为。哎，不是，不过年年以为是他，狠揍了他一顿。什么？景年他大人？哎呀，这事儿倒是少见。看来这首席越人对他是至关重要啊。还是爹看得透。陆景年喜欢人家，还打死不承认呢。为了姑娘错过遴选，这确实是少年作风。本来我还担心他又想……担心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爹，年年为了这次遴选准备了很久，要不您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遴选的形式和日期那是早就定下来的，改变不了，这是规矩。规矩是人定的，既是人定的，就可以修改嘛。你怎么每次和爹讲话都这般顶撞？我看你就是缺人管。明日就安排你和尚书令的女儿见面。我想起来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您记得吃葡萄啊。臭小子！让你调查的事情进展如何了？属下无能，未能找到当年之人。这也怪不得你，毕竟就连我，连对方的相貌岁数都记不得了。让你去寻，本就是为难之事啊。不过属下近日却有另一发现。哦，之前你让我盯着魏大人，我却发现，那日引起陆景年和苏宗臣发生争执的那个女子，消失了。消失了？是。自从那黑教坊被取缔后，各路越人已被遣散，也均有去处，唯独那名女子不见了。我记得杰儿之前说过，她是平民，这突然变成了官户，我就一直觉得蹊跷。现如今又突然不见了，继续追查，我倒要看看是谁在背后耍花样。是。绿萝，你好狠的心！为了个油腻的伙夫，你就这么给俺抛弃了，你好狠的心啊！没事，你们回家成亲，双宿双福，我怎么过啊？慢点啊！绿萝，失恋了？你和你们家郎君一样，可真是一对痴情种啊！玉郎君说什么呢？什么失恋？我完全听不懂。绿萝，不是吗？那你在这儿眼泪汪汪的干什么呀？我看到你辣眼睛。哎，哎，生姐，你跟你家主子学的，对我越来越不尊重了啊！玉郎君要尊重，应该去左教坊。左教坊配用我这京城第一美食点评家做厨子吗？厨子？对，就在刚刚，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。你们家厨子回乡成亲了，我正式顶上。那怎么行？郎君不会同意的。那是以前，今时不同往日。他的小狐狸刚刚食物中毒，由我掌厨，教坊里的饮食安全绝对不会有问题。你觉得他会不会同意？哦，心儿，我来了。我怎么感觉猪又来跟我家白菜了？欢迎客官，您看看，各种补品是应有尽有。不是说要跟他保持距离吗？怎么还想着给他买补品？可他毕竟是教坊的越人，他身体健康，
与教坊无异。没错。陆景年，你扪心自问，你此举当真没有私心？当断不断，必存后患。也罢，不闻不问，与我无关。郎君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郎君，李姑娘她……萨萨怎么了？李姑娘她……急什么？李姑娘她只是又在搞花样了。再高一点。再高一点。这么高，这会不会太危险了？我能飞了！我能飞起来了！李姑娘，你小心点儿。是啊，你身体还没恢复呢，李姐姐。放心，我不会有事儿的。你刚刚不是出去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你这才大病初愈，在做什么呢？大家看着呢，你放开！小姐怎么了？又受伤了吗？你先出去。你又在搞什么花样？你先让我起来。我在研究表演形式，叫做吊威亚，其实很安全的。刚刚只不过是出了一点小意外。意外？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还有性命跟我分辨吗？我们都错过上元遴选了，若不拼尽全力，怎么能逆风翻盘呢？那我冒点风险是应该的。翻盘的方式有很多，而不是拿自己的性命去开玩笑。那你能想到更好的吗？总之，我不同意你这样的表演方式。要是有替换的话，我们就换；要是没有，单凭技艺也不是不可。你这么说就是没有啊？那为什么不能试试我的呢？总之，我说不能就是不能。你朝我吼什么呀？你刚刚的态度是不耐烦吗？我一心为了教坊好，你什么态度？陆景年，什么意思啊你？我只是觉得方法太过冒险。冒险你可以说啊。你吼什么？我一时心急。心急就可以吼是吗？我累了，你走吧。
堂堂男子汉，哭什么呀？你这不就是哭了吗？是不是做饭太累了？我去跟陆郎君说去啊。哎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哎呀，一言难尽。那你就简单点说不就完了吗？我父亲嫌我老大不小了，还未成家立室，非逼着我去相亲。但是那些相亲对象都是那些娇蛮的富家千金，对我是百般刁难。那你不去不就是了？父母之命不敢违啊！我明日还有一场相亲，我都不知道对方用什么方法折磨我。唉，或许这就是我的命吧。那就没有点什么其他的解决办法吗？如果让我父亲知道我已有婚配对象，就不会逼我去相亲了。假装就行。看我干嘛？我们可是饭友啊。饭友有难，你难道要见死不救吗？我若是被逼死了，谁给教坊做饭？谁和你一起吃美食？谁陪你拯救那些平民越人？那我能做什么？简单，和我演一出戏。哎呀，来，我跟你说啊。哎，这个手。真是登对。戴这个干嘛呀？鸳鸯款，做戏要做全套，不仅是行为举止上，行头要齐全，有备无患吧？哎，那我们是不是要练习拥抱什么的呀？拥抱？是啊，我们河边那些谈情说爱的都这样。真的要这样吗？都说了做戏要做全套，不练习一下露出破绽怎么办？可是，哎呀，要不我们还是从牵手练起吧？啊，也行。开始吧。啊，那个我饿了，先去吃饭了啊。哎。想什么呢，星儿？啊。哎，丽姐姐，你说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？有啊，只要其中一个人够丑，丑得越彻底，友情就越纯粹。那要是两个人都不丑呢？两个人都不丑，还天天在一起，要么就是一个人单相思，要么就是两个人在装傻。怎么了，星儿？我们家星儿谈恋爱了？哎，我也不知道。
是雨是劫吧？你们俩倒是挺般配的，真的？嗯。那你说谈恋爱是不是很麻烦呀？也不一定。但是呢，男人和女人思维方式不同。曾有人说啊，男人和女人是生活在不同星球的生物，永远无法互相理解。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男人用理性思维看世界，女人呢用感性思维看世界。哦，没懂。就比如感情方面，男人呢会思前想后，顾虑很多；女人呢，多数时候都是凭着感觉走。但也不排除有的人一样也不沾，态度恶劣，说话大声。李姐姐，你说的有的人是谁啊？这个小狐狸可真是不懂郎君的心，为了他，郎君连遴选都放弃了，不眠不休的照顾，还亲自去给他挑补品。放眼整个上京，郎君对哪个女人上过心啊？他却好心当成驴肝肺。女人啊，就是不知足。我们男人可真是不容易。你何时这么了解女人了？我当然了解了。单恋也算了解？哎呀，郎君，你又揭我伤疤。还没进门就听见你们主仆二人的抱怨，怎么回事？快说给我听听。还不是有人不知足，郎君心都快扒给他了，他居然还对郎君发脾气。你不是风靡全上京，对女人心了如指掌吗？哎呀，我们郎君那都是纸上谈兵，遇上这个小狐狸之后，武功尽失了。要我说啊，女人不知足，是因为男人给的不够。你又何时这么了解女人啊？咱们三人之中，我肯定是最了解的。实不相瞒，我的感情正在逐步升温，自然是最有话语权的。你又去跟我们教坊的白菜了？粗俗，就说你们主仆二人在情感方面有所欠缺，没事多向我讨教切磋。女孩子那么可爱，怎么会有错呢？怎么能在背后抱怨，甚至惹他们生气呢？你们不独身，谁独身？你不是独身？马上就不是了。啊？事实上，方才我们已经牵手了。照这样发展下去，粗俗。哎呀，李姐姐，到底谁惹你生气啦？你这个款式是情侣款吧？我说呢，难怪开始问我那些男人女人的问题。不是真鸳鸯，假扮的，是帮他躲过家里安排的相亲用的，假扮情侣啊。套路虽然老了点，但好在他有心，也主动，也不错了，总比某些人强。李姐姐，你说的这个某些人是陆郎君吧？不是他还能有谁啊？陆郎君又惹你生气啦？李姐姐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在教坊待了这么多年，可是从来没有见过他对哪个女生比对你还好的。他对我好啊，他对我好，他刚刚还朝我发火。哎呀，你想啊，陆郎君不但冒死救你，还跟你商量乐团的事宜，最重要的是每天还和你一起吃饭，这些可都是我们之前从来没见过的。对你还不好啊？那他也不能凶我啊。那你不能因为这一件事情就磨灭了人家的好吧？我不过是说了他几句，他就不跟我吃饭了，真是狠心。郎君说的对，女人最是狠心。郎君在这里茶不思饭不想，没准此刻那个小狐狸正逍遥快活呢。我要是真的狠心，就不会花一下午的时间给你家郎君做这份糕点了。是我行事鲁莽了，
以后我要做什么事，一定事先和你商量。别生气了。李姑娘，你以为用？你为教坊拼尽全力，不顾自身的安危，我应该感激才是，不应该责怪你的。那你不生气了？那你呢？还气吗？我本来是不生气的，可我刚刚听见有人说我狠心。沈金，平日我怎么教导你的？不能在背后议论别人，你怎么就记不住呢？我，好啊，你们浓情蜜意，少娟姐是我自己。放在我心口的石头终于松了一点，因为我耽误了林璇，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大家，也很对不起你。我说过，那不是你的错，是我做的选择。我知道你为上元节做了多少准备，也知道这背后藏着多少期许。我不想你成为大家的罪人，我们一起打造一个完美的演出。好，一起。好狗不挡道。怎么，做贼心虚了？看见我就想躲？我行得端，坐得正，只是看见不干净的东西，所以得绕道走。的确得绕道走。你们右教坊的人自己搞内斗，还要硬怪到我们家郎君头上，早就成了街知巷闻的笑柄了。我要是你，我就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你别得意得太早。遴选算什么？上元节才能见真章。提前买点绢帛，给你们郎君擦眼泪去吧。走开。他真这么说？小的听得真切。他说要在上元节跟郎君比试。哼，遴选都没有参加，何来上元节一说？难道他陆景年还有什么退路？那个陆景年一向诡计多端，郎君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！不管他有什么通天本领，我都不会让他如愿。不知陆郎君是不是多情的样子演久了，来这么一出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戏码，令人称奇啊！那是意外，此事与他无关。遴选已过，你有何打算？我想再一次争取遴选的机会。我就知道你不会轻易放弃的。说吧，需要我做什么？煽风点火。这是何意？上元节之事，最终的主理权虽然在教坊时，但也并不是不能动摇的。你与太常寺的诸位官职高于他，关键之处在府中。这次能不能翻盘，就看你的火烧得够不够旺了。哦，这上元遴选已过，按计划讲，需召集所有协理人员商议具体细则。不知魏公意下如何？啊，理应如此。本宫连日以来也正有此意。那便太好了。我本还担心魏公会如同上次一般，商议前无法出席呢。上次是突有急事。无妨。太常寺虽身居高位，但与我等目标一致，那就是办好上元，为朝廷出力，为圣人分忧。一切还仰仗太常寺多费心，我等定当全力以赴。是，如此甚好。那既然如此，咱们就如同往年一样，后日在上雅居共同协商，预演事宜。我听闻，
近日上雅居似是闭店整顿。竟有此事？爹，爹！爹，我听闻魏公来商量上元事宜了。放肆！没看见我和魏公在议事吗？真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。爹，你们这次商议会能不能去醉仙楼啊？这家酒家我常打交道，我答应他们要引荐一些朝廷人员去光顾的。这上元议会乃是严肃之事，岂能让你用来谋私？别胡闹，出去！爹，反正就是义士用膳，在哪都一样，您就通融一下嘛。我都答应他们了，您总不能看我颜面扫地吧？爹，哎，愚公，上雅居歇业，且与郎君有此诉求，要不就应了他吧。商议会的确，在哪儿议都一样。爹，您看魏公都答应了，您就答应吧。爹都不帮我，还有谁能帮我呀？犬子不才，让魏公见笑了。哎，哪里哪里。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，不会是被拒绝了吧？宇伯伯虽然表面严厉，但对师姐还是很宠溺的。只不过上元姿势体大，不知道更改议事场地一事，是否可行？那若他失败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只能转换思路，另寻他法了。那李姐姐的努力不全都白费了？哎，回来了，与郎君回来了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我爹说，可以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按计划继续进行了。教坊有救啦！嗯，太好了，太棒了！我就知道你最厉害了。我是不是有点过于激动了？确实有点激动了，小白菜。坐在这屋顶之上，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？登高望远，坐在这儿俯瞰一切，心似乎也会平静一些。陆郎君这是在为明日紧张？你不也一样吗？从小到大，我参加过各种比赛，去过各种场合，拿过各大奖项，但从没有像这次这样这么忐忑过。因为此次的演奏意义非凡。可能是吧。以前演出压力大，就会和朋友们一起去酒吧放松。这里虽然没有霓虹闪烁，但却能和古风少年在这对酌，还不错。酒吧，那又是和我？一个聚集了俊男美女、荷尔蒙爆棚的地方。你说的话总是让人琢磨不透，但是很奇怪，我从来没有觉得你在信口开河。知我者，陆郎君也。希望我们明日
逆风翻盘。我听说此次邻邦使团也带了乐团，他们的曲乐水平亦是不俗啊。这正是我一直挂怀之事啊。这邻邦使团说是来友好切磋、共庆上元，但谁人不知，这是一场无形的较量。倘若我圣朝在上元舞台上不敌他邦，圣人颜面何存呢？是啊，我朝重乐，圣人更是视乐器为一国文化之重。若是我们在上元节中表现差强人意，有失国体呀。此言有理，所以今天邀请诸位前来，亦是希望我们群策群力，共同商讨出一个万全之策。他邦虽强，我们教坊也是经过慎重选拔的，不能尚未登台就灭了自己威风啊。话虽如此，可你我心中都清楚，我朝教坊素来选人的标准，先是财力，再是才华。诸位，圣人将上元诸事交予我党，若是办事不力，恐难逃责罚呀。这可不是嘛！诸位也无需如此悲观。遴选当日，我们还是发掘出了一些优秀乐团的，相信通过我们共同努力，定能打造出几支乐曲强队，护我国威。郎君，上元一时换场地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才告诉我？郎君，小的也是刚刚听说。郎君，这其中会有什么猫腻吗？陆景年那边对上元节一直不死心，任何风吹草动我们都不能放过，马上备马去醉仙楼。是。苏郎君，这是要去哪儿？兴风作浪呀？散音如山远，泛音冰朗，暗音悠久，此筝绝非凡品啊！是啊，醉仙楼区区一介酒楼，怎会有如此琴音呢？去看看。哎，走走走，同去。你看，哎呦，这不是有教坊吗？以前从未见过这种形式啊！是啊。郎君，这小狐狸究竟是哪路神仙啊？也太美了吧！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哪得几回闻？我今日才彻底领略这首诗的意境所在啊！
什么呀？甚妙啊！太未见了。大饱耳福，余音绕梁，对，英雄所见略同啊！是啊。景年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教坊使，太上寺，诸位安好。实不相瞒，在台上演奏的正是我们右教坊。右教坊因故错失了遴选，倍感惋惜，所以今日斗胆在此设台演奏，望得诸位的垂青，让我们右教坊重获荣登上元的机会。笑话！陆郎君是把皇家上元当成自家戏台了？遴选已过，所有参选乐团都已敲定，不可更改。魏公，陆某听闻此次的上元节有邻邦使团参演，不知道魏公是否觉得我右教坊方才的演奏能与之匹敌？两码事，输了我们自认技不如人便是。规矩就是规矩，不能破。可右教坊此曲技艺卓群，且形式新颖，以前从未有过。如果以此和邻邦使团较量，颇具胜算呀！我泱泱大国，难道除却陆景年，竟无人能与邻邦匹敌吗？若因此破规矩，谋特权，君威何在？周公此话也太过严重了。敢问一句，若此次上元真的失利，这罪责可由周公担当？行了，都不要再争执了。众人皆知，右教坊并未参与统一遴选，若再次破例，又如何向其他教坊交代？哎呀，教坊使，事急从权。这次上元不同以往，若因为我们的教条使圣人失了颜面，这个罪责我们担当不起啊！是啊，教坊使，所有负责上元节的官员都在这儿，我们支持为右教坊破例，让其直通上元节。是啊，愿为右教坊破例。是啊。诸位既然都有此意，若我再执意阻挠，怕是要成为众矢之的了。既然如此，于某宣布，右教坊曲目独出心裁，受众官员特请，直通上元。多谢教坊使。陆景年，你已错过遴选，可知破这一次例，我们在座同僚都要为你担责，想重回太常寺，也不必如此。周公言重了，被贬数载，陆某早已没有高位奢求，但却悟到了一些道理。权力并非依附在官袍之上，与其争夺那些抓不住的，倒不如握紧手中的。比如说，上元赏金。你，举杯！年年，你得给我记一个大功。为了拖住苏宗臣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。没问题，想要什么奖励？放假，给我和心儿放2天假，带酬劳的那种。没问题，但我有个条件，绝不能影响训练的进度。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。哎，拿到了上元资格，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更重了。2天的假期已经很奢侈了，知足吧。吕姐姐，你现在怎么也向着陆郎君说话了？我变了。我哪有？你有。哼。今日教坊能扭转颓势，直通上元，确实仰仗大家的同心协力。之前错失遴选，是陆某考虑不周，在此，我向诸位赔罪。郎君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没人怪你，对吧？对啊。我有话想说。然启，李姑娘，我知道你想保护我，但此事若不坦白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的。想必大家都知道，前些时日，李姑娘因误食了泻药和桃仁而中毒。
其实那泻药是我下的。啊，你什么？我原本是想报复宋傲晴，因为我气不过他占了我的位置。可今日，我听了他的秦征开场，在如此大的压力下，他能有那样的表现，我知道自己差在何处了。大错已成，我向诸位诚挚道歉。宋傲晴，对不起，是我心胸狭窄了。若大家还是无法原谅，我可以离开教坊。其实这件事情也不完全是你的错。平日里我确实态度差了些，好在李姑娘已无大碍，教坊也重新拿回了预演资格。这件事情，要不就算了吧。你们觉得呢？对，我们已经度过危机了呀，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对啊，都过去了，没事的。对，继续留在教坊了？当然可以啊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来吧，咱们再干一个。举杯！宋傲晴，你今天辛苦了，多吃一点。谢谢。你们有没有觉得，郎君和李姑娘的合奏有些不一样了？你是说曲中有情？于左教坊征人当日，郎君也曾与李姑娘合奏，但是当时我觉得是技法有余，而情意不足。现如今，哦，这么说来，若想曲中有情，难不成要先找门亲事？